中产阶级这个被认为是社会中坚力量的群体，正陷入一场无声的困境。表面上，我们拥有体面的工作、舒适的生活，甚至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。然而，这些外在的光鲜掩盖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我们正被一套无形的枷锁所束缚，而这枷锁恰恰是我们自己锻造的。为什么我们无法挣脱这些枷锁？因为我们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，哪怕这一切只是一个精心编织的幻想。我们惧怕改变，惧怕未知，惧怕失败。但真正应该害怕的是，我们正在一步步失去自我，失去思考的能力，失去改变现状的勇气。让我们来剖析这些隐形的枷锁，看看它们如何紧紧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。一、安全感的幻想。中产阶级最大的自欺欺人，莫过于对所谓安全感的执着。我们以为稳定的工作、固定的收入就能保障未来，殊不知这种安全感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现实是什么？世界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变化。今天看似安全的工作，明天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取代。我们引以为傲的专业技能，可能在几年内就会彻底过时。然而，大多数人仍然固守着这种虚幻的安全感，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，拒绝直面现实的残酷性。为什么我们如此执着于这种幻想？因为承认现实需要勇气，而大多数人都是懦夫。我们宁愿相信一个美好的谎言，也不愿面对一个残酷的真相。这种心态注定了我们将被时代抛弃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固守现状，而是来自于适应变化的能力。那些能够快速学习、及时调整的人，才是这个时代的赢家。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，还在为保住一份随时可能消失的工作而绞尽脑汁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固守所谓的安全区，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失败找一个舒适的借口。真正的安全，来自于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能力。二、社会期望的重压。中产阶级背负着巨大的社会期望。我们被期望拥有体面的工作、美满的家庭、优秀的子女。这些期望看似美好，实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枷锁，把我们牢牢地禁锢在一个固定的轨道上。但谁规定了这些就是成功的标准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。我们只是机械地遵循社会设定的路径，追求别人眼中的成功，却完全忽视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。结果是什么？我们成了一群没有灵魂的机器，每天重复着相同的日常琐事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活。我们像是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，却从未思考过这些动作的意义。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完全寄托在他人的评价上，用别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的成就，却忘了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更可悲的是，我们把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强加给下一代。我们逼迫子女成为别人家的孩子，却从未问过他们真正想要什么。我们把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强加在孩子身上，美其名曰为他们好，实则是在满足自己可悲的虚荣心。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。成功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，而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制定的。只有摆脱社会期望的束缚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否则，我们终将在别人设定的赛道上，气喘吁吁地追逐一个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幻影。三、消费主义的陷阱。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毒瘤，而中产阶级则是它最忠实的奴仆。我们被各种精心设计的广告和营销手段所包围，不断被诱导去购买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们会心甘情愿地陷入这个陷阱？因为消费带来了短暂的满足感。购买新的商品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空虚和焦虑，但这种满足感是如此短暂，
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不断的消费来维持它。更可悲的是，我们开始用物质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名牌包包、豪华汽车成了我们身份的象征。我们花费大量金钱去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方式，却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东西，如健康、关系和个人成长。消费主义还导致了我们的财务困境。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，我们陷入了工作消费的恶性循环。我们工作是为了消费，消费又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工作。这种循环不仅消耗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，还让我们失去了追求更高理想的可能。更深层次的问题是，消费主义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。我们开始相信幸福是可以通过购买来获得的。我们用物质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，用消费来逃避生活的真实问题。但这种做法只会让我们越陷越深，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。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，真正的满足感不是来自于拥有多少东西，而是来自于我们是谁，我们做了什么。只有摆脱消费主义的陷阱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。否则，我们终将沦为欲望的奴隶，在无休止的消费中失去自我。4、教育的局限性。我们常常以为接受良好的教育就能保证未来的成功。然而，现实情况是，传统教育系统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求。它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筛选机器，筛选出那些最善于服从和记忆的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我们所学的知识，往往在走出校门时就已经过时。更重要的是，学校教育过分强调知识的积累，却完全忽视了创新能力、批判性思维等更为重要的能力培养。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只会循规蹈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。他们擅长应付考试，却不知道如何在真实世界中解决问题。他们有很多知识，却缺乏智慧。他们被教导要服从权威，却失去了质疑和创新的勇气。教育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它灌输给我们的固定思维模式上。我们被教导要循规蹈矩，要遵循既定的人生路径。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失去了创新的勇气，也失去了面对失败的能力。我们变得害怕犯错，害怕尝试新事物，因为这不符合我们所学的标准答案。更糟糕的是，现有的教育系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。那些有条件接受优质教育的人，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。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教育并没有成为改变命运的阶梯，反而成了固化社会阶层的工具。我们需要彻底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。教育不应该是灌输知识的过程，而应该是激发好奇心、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过程。我们需要的不是会背诵标准答案的机器，而是能够提出新问题、创造新答案的人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立足。5、时间的奴隶。中产阶级似乎永远处于时间不够用的状态。我们的日程表被工作、家庭责任、社交活动塞得满满当当，却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方向。我们成了时间的奴隶，被各种任务和责任所驱使。我们总是在追赶最后期限，却忘了问自己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这些忙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更可悲的是，我们开始用忙碌来衡量自己的价值，仿佛不够忙就意味着不够成功、不够重要。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失去了生活的平衡，也失去了真正享受生活的能力。时间管理的问题还体现在我们对生活的规划上。我们总是在为未来做准备，却忽视了当下的生活。
我们说等到有钱了就去旅游，等到退休了就去学习新技能，但我们忘了，生活是在当下发生的，而不是在遥远的将来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时间的价值。时间不是用来填满的，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。我们需要学会区分重要和紧急，学会为真正重要的事情留出时间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从时间的奴隶变成时间的主人。我们应该明白，时间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资源。我们如何使用时间，决定了我们是谁，以及我们将成为谁。如果我们继续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忙碌中，我们终将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无足轻重。6、风险厌恶的心态。中产阶级普遍存在一种病态的风险厌恶心态，我们更愿意选择看似安全的道路，而不是冒险尝试新的可能性。这种心态源于对现有生活方式的依赖，以及对失去已有成就的恐惧。然而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，不冒险才是最大的风险。那些不愿意改变、不愿意尝试的人，最终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。我们需要明白，真正的安全不是来自于固守现状，而是来自于不断学习和适应的能力。只有勇于尝试、敢于冒险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风险厌恶的心态还体现在我们的投资行为上。我们倾向于选择稳妥的投资方式，如银行存款或者国债，但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，这些看似安全的投资方式实际上是在慢性自杀。我们需要学会平衡风险和收益，才能实现财富的真正增值。更深层次的问题是，风险厌恶的心态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可能性。我们不敢尝试新的职业，不敢开始自己的事业，不敢追求内心真正的梦想。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舒适圈内，却忽视了外面广阔的世界。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健康的风险意识。这不是鼓励盲目冒险，而是提倡在充分了解和评估风险的基础上，勇于尝试新的可能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突破现状的限制，实现真正的成长和突破。记住，生命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冒任何风险。如果我们继续固守在自己的舒适区内，我们终将在时代的浪潮中被淘汰。7、社交媒体的困扰。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但它也成了束缚我们思想的无形枷锁。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在各种平台上，却很少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或深度交流。更糟糕的是，社交媒体让我们陷入了不断比较的怪圈。我们看到别人精心设计的生活碎片，就误以为那就是他们的全部。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活，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。我们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，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心筛选和包装的，它们代表的不是真实的生活，而是人们希望别人看到的生活。社交媒体还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。我们习惯了快速、浅层的信息交换，却失去了深度交流的能力。我们有数百上千的好友，却很少有真正能够倾诉心事的朋友。这种表面的连接实际上加剧了我们的孤独感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社交媒体正在重塑我们的思维方式。我们习惯了快速浏览、即时反应的模式，却失去了深入思考和批判性分析的能力。我们更容易被情绪化的言论所影响，而不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判断。社交媒体还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。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和倾向推送内容，导致我们越来越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，而忽视了不同的声音和观点。这种信息茧房加剧了社会的分裂，让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，社交媒体只是工具，而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我们应该学会控制社交媒体，而不是被社交媒体所控制。我们需要重新培养深度阅读和思考的能力，
需要学会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。记住，真实的生活发生在屏幕之外。如果我们继续沉溺于虚拟世界，我们终将失去感受和创造真实生活的能力。8. 从众心理的陷阱。中产阶级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对从众的盲目追求。我们害怕与众不同，害怕成为异类，因此总是选择随大流，遵循所谓的主流价值观。这种怯懦不仅限制了我们的发展，更是扼杀了社会进步的可能性。这种从众心理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我们选择的职业，到我们的穿着打扮，再到我们的言行举止，都在努力符合社会对中产阶级的期望。我们害怕冒险，害怕创新，因为这可能会让我们出格。然而，正是这种出格，才可能带来真正的突破和进步。从众的危害在于，它扼杀了我们的个性和创造力。我们变得越来越相似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。在一个强调创新和独特性的时代，这种趋同性恰恰成为了我们最大的劣势。我们成为了一群没有特色的平庸之辈，在激烈的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。更可怕的是，从众让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我们习惯于接受主流观点，而不是自己去思考和判断。我们害怕提出不同的看法，因为这可能会引来他人的非议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失去了批判性思维的能力，变成了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。我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，而是被主流意见操控的傀儡。从众还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同质化。我们有相似的背景，相似的教育经历，相似的生活方式，甚至相似的梦想。这种同质化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，还降低了我们在社会和职场中的竞争力。我们成为了可以随时被替换的齿轮，而不是不可或缺的个体。我们需要明白，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与他人相似，而在于发掘和发展自己的独特之处。只有敢于打破常规，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特想法，我们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脱颖而出。创新和突破从来不是来自于随大流，而是来自于敢于质疑和挑战现状的勇气。记住，世界不需要另一个随波逐流的人，而需要能够带来改变的人。如果我们继续沉溺于从众的舒适区，我们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局外人。我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变革，却无力参与其中，最终被时代无情地抛弃。打破从众的枷锁，需要我们有勇气面对孤独，有智慧坚持自我。这条路或许艰难，但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，在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印记。9. 过度依赖专家意见。中产阶级有一个普遍的弱点，那就是过度依赖所谓的专家意见。我们在面对重大决策时，总是习惯性地寻求专家的建议，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判断。这种依赖看似明智，实则暴露了我们思维的懒惰和判断力的缺失。我们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专家也是人，他们的意见也会受到个人经验、利益关系和认知偏见的影响。盲目相信专家，实际上是在逃避自己思考和决策的责任。更危险的是，我们开始把专家说了算作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态度。从理财到育儿，从职业规划到人生选择，我们都在寻找现成的答案。我们忘了，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。过度依赖专家意见还会导致我们丧失自主性。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敢做决定，越来越依赖他人的指导。这不仅影响我们的自信心，还降低了我们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。我们需要明白，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于盲目遵从他人的意见，而是来自于自己的思考和判断。我们应该学会质疑，学会独立思考，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。记住，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专家。如果我们继续把人生的重大决策交给他人，我们终将失去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。
10对成功的错误定义。中产阶级普遍存在一个严重的认知偏差，那就是对成功的错误定义。我们把成功等同于财富积累、社会地位的提升，或者是获得他人的认可。这种定义不仅狭隘，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。这种错误的成功定义导致了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。我们拼命工作，不是因为热爱工作本身，而是为了得到加薪和升职。我们追求高学历，不是因为对知识的渴望，而是为了获得一个光鲜的头衔。我们甚至把孩子的成绩当作自己成功的证明，完全忽视了孩子的兴趣和快乐。更可悲的是，这种成功观让我们陷入了永无止境的攀比中。我们总是在和他人比较，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成功。这种心态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，还让我们失去了欣赏生活、享受当下的能力。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成功。成功不应该是一个外在的标准，而应该是一种内在的状态。真正的成功是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，是能够不断成长和突破自我，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。我们应该明白，人生不是一场竞赛，而是一次独特的旅程。每个人的路径都是不同的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记住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获得了什么，而在于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我们继续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成功，我们终将在虚假的满足中失去真正的幸福。中产阶级的枷锁看似无形，却真实存在。它们限制了我们的思想，束缚了我们的行动，让我们在看似舒适的生活中失去了真正的自由。打破这些枷锁并非易事，它需要我们有勇气直面现实，有智慧审视自己，有决心改变现状。我们需要一、摒弃虚假的安全感，勇于面对不确定性；二、定义自己的成功标准，不盲从社会期望；三、远离消费主义陷阱，回归简单而有意义的生活；四、持续学习，培养适应能力和创新思维；五、学会管理时间，为真正重要的事情留出空间；六、培养冒险精神，敢于尝试新的可能性；七、理性使用社交媒体，不被虚假信息所困扰；八、保持独立思考，不盲从专家意见；九、珍惜真实的人际关系，建立深度连接；十、不断反思和调整，确保我们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。记住，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的条件，而是内心的状态。当我们能够摆脱这些无形的枷锁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价值观生活时，我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。改变从来都不容易，但它值得我们去尝试。因为只有打破这些隐形的枷锁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，活出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。世界正在快速变化，而我们也应该随之改变。不要等到失去一切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现在就行动起来，重新审视你的生活，打破那些束缚你的隐形枷锁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记住，生命短暂而宝贵，我们没有时间活在别人的期望里，没有精力去追逐虚幻的目标。真正的人生应该是按照自己的节奏，追随内心的声音，创造独特的价值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生命的尽头无悔地说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活出了自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